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回到阳光财经，我是 Sunny。随着 iPhone 12全系手机支持 5G， 我们知道 5G 已经正式来到身边。接下来，除了卖 5G 手机的、卖 5G 网络的运营商之外，我们来发掘 5G 这个充满前景的未来都有哪些股票会受益。5G 是非常大的一个范围，我们先了解什么是 5G，5G 经济是什么样子的。讲完大的概念之后，就会对细分市场提出相关的股票进行分析。在节目开始前，还没订阅这个频道的观众，请在右下角免费订阅阳光财经美股分析频道。5G 是第5代移动网络，前面4代分别是80年代的模拟语音第一代，90年代初的数字语音通信第2代，2000年初产生了第3代的 3G 网络，用于移动数据通讯，人们开始使用智能手机上网。2010年代出现 4G LTE， 手机宽带上网速度飙升，上网流量几个 G 用起来还是有点不够。根据 IHS Markit 的论文结论，到2035年 5G 将实现 13.2 万亿美元的全球经济效益，这相当于美国、日本、中国和德国消费支出的总和。全球 5G 价值链将创造 3.6 万亿美元的经济效益，提供或支持2230万个就业岗位。从移动通讯行业来看， 5G 网络经历规划期、建设期、运维期和应用期。在前期主要是基础设施的建设，对无线设备和传输设备，比如天线、光纤的需求阶段性显著增加，而产生重大产业收益的，在应用期会产生更大的需求。回想一下，在 4G 的发展过程当中，你买了什么东西？首先，你花钱买了手机，然后你每个月给移动运营商支付费用，这笔费用在 3G 的时候可能也是这么多，你并没有因为网络的升级而支付特别多钱给移动运营商。在以后的 5G 时代，数据流量用得更多了，你可能会多花点流量费，但却会控制在一定的水平。这从另一方面说明，移动运营商受益于 5G 的程度可能也是有限，而基于 5G 的运用则会影响到各行业，所创造的价值将是不可估量的。比如说 5G 相关的自动驾驶，你得买个新能源车吧，你得付费车联网吧，你得买软件更新软件吧，你得上保险吧，这些钱比几个流量的钱多了去了。你花钱的地方就是生意起来的地方，就是未来股票成长的地方。5G 除了网速更快，最关键的是低延迟。延迟可以理解为你从手机上点一个指令，向网络发出一个请求，到网络响应你的时间。5G 的延迟可以降低到1毫秒。这个低延迟使得自动驾驶、增强现实 AI 等等成为了可能。因此，低延迟的 5G 网络是未来一系列高级别应用的基础技术。到此，我们先梳理一下 5G 的商机都在哪里。我们把 5G 理解成信息高速公路，这条公路的建设需要设计公司设计规划，建设商把公路修好，需要路政公司维持公路并收过路费。那路上跑的车辆和运输业就是针对 5G 的应用了。相同的类比，要建设 5G 就得有规划设计，有网络基础设施的建设。那么 5G 设备主要受益的有华为、爱立信、诺基亚等。网络建好之后，网络运营商 Verizon、T-Mobile 开始卖网络服务收费。消费者为了使用 5G 网络，需要购买 5G 手机，那么苹果、三星就受益。对 5G 设备和 5G 手机供应芯片和技术专利的上游公司，例如高通、台积电，因此也获得高速增长。5G 全面应用之后，基于增强现实和虚拟现实的 AR 和 VR 的应用，谷歌、苹果、英伟达将会受益。基于自动驾驶的应用将助力特斯拉。至于远程手术，可能是 5G 的一大忽悠。5G 是无线网，医院的手术室拉根光纤专线，比 5G 安全多了，所以用 5G 做手术存在争议，今天我们就忽略不讲。接下来我们来分析一下高通、英伟达和 T-Mobile 等股票。苹果作为 5G 受益股，平时经常提及，那么这期专题就不包括了。说 5G 就绕不开高通。1985年成立的高通 QCOM 是 5G 研发、商用和规模化的推动力量，在全球拥有超过14万件专利以及专利申请。
高通号称每一台3G、4G 和5G 智能手机都有高通的技术发明，你只要用智能手机，你就得给高通交钱。虽然你或许并不知道你正在交这笔钱。高通赚钱主要来自于3块业务，最大块的收入来自 QCT 业务，也就是手机芯片，占了3/4，其次是 QTL 业务，也就是技术许可，占了近1/4。手机有2个主要的芯片，基带芯片和应用处理器芯片。基带芯片是实时不断的发射和接收信号的，应用处理器芯片是处理手机上的程序、应用和网页什么的。高通预计2021年财年第一个季度 QCT 的收入要达到62到68亿，这个一年近300亿美金的业务占了全球市场占有率的1/3，是手机芯片市占率全球第一的。买一部稍微高端的安卓手机，高通骁龙处理器加5G 射频的成本就占了手机价格的1/3，这2个1/3创造了高通主要的收入来源。如果你以为不用高通芯片的那些2/3的手机就不用给高通付费，那你就错了。QTL 业务就是高通向所有手机厂商收取专利费的。高通已经拥有或在途申请的专利是14万件，其中 90% 的2G 专利， 27% 的3G 专利和 16% 的4G 专利属于高通。高通对每一台手机售价的一定比例收取专利费，比如 3.25%， 这听起来有点像收税。一台手机如果卖200美元，就要交200乘以 3.25%， 也就是6.5美元给高通。如果手机厂商升级个包装，加个摄像头什么的，那造成手机多卖了几块钱，也得按售价给高通交税。即使这些升级和高通的专利一点关系也没有。苹果就试图挑战高通的这个雁过拔毛的专利费，2017年起和高通在全球打了50多起官司，最后因为实在没办法，不使用高通的技术和无线调制解调器，就难以实现 5G。打官司的2年，苹果找英特尔给芯片，英特尔手机芯片质量不理想，找三星给芯片，三星自己都不够用。于是2019年，苹果只好低头和高通和解，支付了46亿美元的和解费，保6年平安无事。苹果都得服啊，高通的技术护城河可见一斑。当然，现在苹果也好，中国也罢，都在加紧自己研发芯片。科技就是个不进则退的行当，接下来的 5G 浪潮有望给高通更多的收入，但要说10年8年，那就得另外研究了。接下来讲英伟达。英伟达有2个主营业务，图形显卡 GPU 和数据中心。今年以来，数据中心超过了 GPU 的营收，但英伟达为什么是 5G 概念股呢？前面说到，手机和运营商生意能成长多少？以前你用50元的流量套餐，开了 5G 后用100元的。以前用 iPhone 8，现在换个 iPhone 12，贵不了多少。业务爆发点在哪里呢？ 5G 速率号称1秒10G， 速度是 4G 的100倍。这么快的速度，下载量肯定更大。另外，需要大流量支持的 AR 增强现实、VR 虚拟现实、8K 高清、无人驾驶、全息影像以及智能城市等，随着 5G 的爆发，数据量的需求大量增加。我们试想一下，我们的电脑、手机终端向互联网索取成百上千余现在的数据量，那么这些数据储存在哪里呢？云端服务器、数据中心。亚马逊、英伟达等巨头都在布局数据中心，未来对数据中心的需求只有更上一层楼。而且 VR 虚拟现实、电子游戏得益于数据传输的速度，也会迎来进一步发展。英伟达2块业务板块，一是数据中心，二是显卡。如果把网络比作水管，5G 的水管显然更大条了。GPU 是怎么使 5G 领域实现人工智能的呢？英伟达的官网是这么说的，他说有了英伟达 GPU， 是从云端提供超低延迟的 5G 服务成为可能。比如智能视频分析 IVA 被用于在 5G 网络中收集交通道路实时信息，人工智能可以使用这些分析后的信息来帮助城市道路管理。
这个怎么让人感觉交警才是最大的 5G 概念股呀？妥妥的抓违章神器有没有？再说英伟达的一大利润来源游戏业务，宽带和 5G 网络速度越来越快，以前要下载到 PC 的游戏，现在储存在云端就可以了，无需客户端下载和更新。针对语音游戏的英伟达 RTX 服务器，在这样的条件下可以提供电影品质的图形了。有了英伟达加上 5G， 电脑游戏是越发的精美。当然，云端要花钱投资，又要给 NVIDIA 的业绩增长添砖加瓦了。5G 股至少有10几只。接下来再说一只运营商。运营商几乎相当于公用事业，网络布局本身是一个护城河。上面也说了，大爆发是没有，但赚钱比较稳的风险特性还是值得研究一下。5G 运营商由 Verizon、AT&T 和 T-Mobile 等。Verizon 的 5G 速度最快，覆盖城市略少。我们来说一说 T-Mobile。T-Mobile 是美国移动运营商，目前经营 4G LTE 网络和 5G 网络。无线网络品牌有 T-Mobile、Metro by T-Mobile 和 Sprint。之所以是 5G 概念，是因为它覆盖了美国最大的 5G 用户，人数达到 2.7 亿人。美国人口才 3.3 亿啊！好家伙 5G 覆盖了 2.7 亿，比 AT&T 和 Verizon 加起来还多。公司在财报中发布的这个数字看起来还挺夸张的。T-Mobile 有1亿的无线用户，哪来的 2.7 亿 5G 用户呢？所以理论上这个数字是这家公司 5G 网络可以覆盖的用户范围，而不是真正拥有这么多用户。那是不是意味着从1亿到 2.7 亿，这家公司的用户增长还有 1.7 亿的空间呢？公司老总 Mike Silver 说，美国每一个州都可以用到 T-Mobile 的 5G 业务，盈利能力好于其他移动运营商，而这只是刚刚开始。公司在 5G 上的布局也不是说说的，钱花出去了，现金流出反映在财务报表上。在2020年第3季度，资产和设备的现金购买，包括资本化利息，同比增长32亿美元。原因是公司加速了其全国 5G 网络的建设，并加大了与 Sprint 合并相关的网络整合活动。5G 离不开移动运营商，但同时网络更新换代只能保证运营商的正常运营。思考一下，如果你的手机网络提供商不升级网速，你会不会转到别家？这有时不是流量费的问题。微信抢红包靠什么？靠网速啊！移动公司不提速，谁还用它？所以这几家移动公司把 4G 升级到 5G， 不一定是带动业务量巨大发展，更多的只是保住江湖地位。而 5G 给移动公司带来流量需求的增加，确实会增加公司的营业收入，从而提高 T-Mobile 的整体股价。从这个意义来说呢， T-Mobile 这只 5G 股走势上应该属于稳健上涨，缓慢升值为主。5G 是个庞大的系统，受益股有很多。今天因为时间关系，我们只讲了3只。在以后的节目中，我们有需要还会提到或深度分析某只 5G 股。欢迎你点赞、评论、订阅、转发。我们下期节目再见，拜拜。